嗨，大家好，我每天开 Uber、开 Lyft，当天的收入呢都在每个视频的最后的半分钟，因为有网友问我这个问题，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嗯，这位截图里的美国女司机博主，她说她现在每天呢只需要开车3个多小时就能赚接近150美金，而且时间自由完全不影响她做另外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换算下来呢，他开车的时薪大约50刀左右每个小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不相信，美国确实是有时薪50美金的开车的工作的，其实就在你家附近，而且不需要像 Uber 载人，需要买新车，要花3000美，那这个呢，花3000美金买辆二手车就足够了。只不过呢，你现在不注册的话，到下个月可能就又永远排不上队了。我以前就这样，在等候名单上被卡了整整3年。今天呢，我一次讲清楚 Amazon Flex 时薪45+收入的真假，为什么很多人开亚马逊做不到这么高薪，等候名单怎么破，亚马逊 Flex 值不值得当成备用赚钱的 App。那么亚马逊Amazon Flex 的司机收入到底真假呢？根据我以前实际跑过亚马逊的经验，还有那位 YouTube 分享的当前的行情，呃，亚马逊一个3小时的 block 呢，可以赚130到150美金，实际的时薪是每小时大概45到55美金。住宅区密集投递包裹，每个地址之间呢只隔1到3分钟的车程，所以即使系统是说4个小时才能送完呢，一般即使是新司机3个小时也都能全部跑完。只有几十个包裹是非常轻松的，跟我以前送 Temu 神每天几百个包裹那个工作量是完全不能比的。尽量送比如早上3点的单，越早越好，因为这个时段的单呢最好送、最赚钱，也不堵车。这个数字并不夸张，是我自己亲自跑过的数字。那我跑过的其他平台还有倒带是 Grubhub、熊猫外送、Uber Eats、Temu 神小包裹、沃尔玛 Spark 超市包裹、Instacart 超市包裹，当然还有我现在开的 Uber、Lyft 赛客。说句公道话呢，所有平台里每个小时的时薪最高的，真的就是 Amazon Flex，其次就是 Instacart 超市的包裹。但是超市包裹很多人会买瓶装成箱的矿泉水，还要我搬到楼上，我实在太胖了，真的搬不动。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那么高收入呢？包括我自己有一个关键的现实，就是说开亚马逊的收入呢是真的，但是每个州、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像我家呢，新泽西是靠近纽约曼哈顿是非常非常近的这个区域，从我家开车到曼哈顿市中心只要15到20分钟。所以太多太多太多纽约的司机呢，就会跨州来抢新泽西的 block，来抢我们的亚马逊包裹单。新泽西本地司机本来就已经很多了，亚马逊的 block 数量有限，所以当时我的实际情况就是我在等候名单上排队了3年，终于排到了可以送亚马逊包裹了。结果每3到5天我才能抢到一个3小时的 block 而已，另外几天呢，几乎都是完全是抢不到单，就是干等。那真抢到单的那一天呢，时薪确实就是50多，抢不到的时候呢，就只能等下一轮，有的时候甚至要等好几天。收入高确实是真的，时薪高是真的，但是纽约司机呢来我们新泽西州竞争呢也更是真的。所以只要你不住在我家附近，不是非常靠近曼哈顿的地方，即使你是住在新泽西，比如说中部、南部，只要不靠近曼哈顿，那像不靠近纽约，那像视频里这位女博主呢，她住在其他州，她每天都能抢到至少一个单。亚马逊保证她每天能拿到一个单，一个 block 3个小时。因为你是新人，以后你等着变成亚马逊司机老手的时候呢，亚马逊也许会每天给你多个 block，比如说让你开6个小时。但现在即使是新人，你每天1个小时一个 block 3个小时呢，也能赚到150刀，也比我现在全天开8个小时 Uber、Lyft 的载客收入的高多了。那么等候名单该怎么破呢？亚马逊最难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等候名单要等2到3年至少。甚至Reddit 论坛上有人说自己都等了5到7年了，还在等候名单当中。亚马逊呢，缺司机的时候呢，会发 email 给你，但是你仅有72个小时可以回复你同意，错过就没戏了，继续要等好几年，所以必须用你常用邮箱注册。
这样方便收信嘛，每天看信。另外像我一样呢，我因为一周只能抢到一个 block，后来就没有再送 Amazon Flex 了。这样大概一个月你不登录或者不送包裹呢，你的账户就会被亚马逊删除，然后你也要排队等几年。具体时间的亚马逊随时也会变化，所以我现在又回到了等候名单上了。而且呢，我不确定我的 DMV 上汽车保险曾经未缴的这个记录会不会影响我的亚马逊司机的背景调查。但是呢，我还是可以把有效的方法告诉大家。注册的时候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每隔几天要换一个 zip code 邮编。你想送货地区的邮编，这个非常关键。亚马逊呢会按你所在地区缺不缺司机来决定你的排队的顺序。zip code 不换呢，就永远排不到；zip code 经常换呢，邮编经常换，系统会以为你突然搬家到缺司机的区域，那很快就会把你放出来。好几天不登录，查看你更新的排队状态，好几天不登录更新去查看你的排队状态呢，你输入的邮编可能会自动失效，所以你以为你还在排队中呢，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排队了。这个比坐等通知呢要有效100倍。我当年就是不懂邮编和隔几天登录更新的重要性，所以排队等了快3年，最后才被录用。那么第二个方法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假期旺季，美国的假期旺季是最佳的成功跳出亚马逊等候名单的季节。美国每年10月到12月中旬，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是一年中最容易摆脱 waiting list 的月份。等候名单。原因呢很简单，过节单量爆炸了，亚马逊司机呢过节都在申请休假中，亚马逊不够司机，必须放新人进来。那么你现在注册的成功率呢，就要远远的高于其他的月份，错过这2个月，你可能又要再等一年。那么为什么亚马逊 Amazon Flex 值得你当成备用的赚钱 app 呢？我也是从毕业以后就做了那么多年的送餐、送包裹，还有载客，全职兼职司机。也有一个体会，就是工薪族不可以迷信任何的一个单一平台，多个账号同时保持活跃才有安全感。所以我自己每天都会打开 Lyft，并保持 Lyft 的账户在线，包括我的刀代 s 和 Uber E 的账号，我每天都会打开一次。即使我家附近的 Lyft 单真的很少，因为 Lyft 允许纽约的司机到我们这边来抢客人嘛。那我永远不知道哪一天 Uber 又会突然把我开除，就像一年前那一次那样把我开除了。那倒带时可能又会来一次奇怪的封号，比如视频里的这位美国的女司机博主呢，她就是因为某个原因，前一段时间突然被这个倒带时给封号了，开除了，不让她送餐了，她才转做了 Amazon Flex。平台也随时会更改政策，那你这个载客的车龄呢，可能就太老，你的汽车就不符合规范，你也会被开除了。Amazon Flex 的好处是不要求车很新，不要求好车大车，因为要 snow 包裹非常少嘛，也不用见客人，就不用载客，不用担心被客人写差评，最后又因为差评被开除，不用大量的投入时间，每天早上2、3点开始送的话，早上6点送完，所以早上7点呢，吃完饭你还能正常到达你朝九晚五的公司 office 去上班，时薪高，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时薪很高，还有就路线稳定，路线你可以选择你家附近或者是你认为安全的地区，还或者是富人区等等，然后可以配合其他的送餐平台一起跑，亚马逊并不介意，只要你在规定时间段内，比如说上午全部送完即可。所以亚马逊 Flex 并不是个完美的工作，但是作为备用的选项是非常有价值的。嗯，然后呢，嗯。我呢，再一次强调，就是这个不是业配，我也没有放任何亚马逊注册的推荐链接，大家自己可以到谷歌搜索 Amazon Flex Driver 的司机的注册链接。那我现在呢，自己也还在等候名单上。再一个，就像我说的，亚马逊的司机常年都是不缺司机的，只有过节这几个月才开放注册，所以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推广。我呢也不确定我自己这个亚马逊的司机背景调查能不能通过，所以我是纯粹的、真心的希望，嗯、大家可以去注册这个 app。注册这个 app 呢，只需要大概也就是2分钟的时间就搞定，作为大家的备用 app。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么现在这2个月是假期的旺季啊，是全年最容易逃出这个亚马逊司机等候名单的时机，错过了你又要等到明年。所以大家至少先注册上，才不怕你比如说正职工作突然被裁员失业了。毕竟现在美国的企业裁员都是几万几万人的往下裁，对吧？啊，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失业。现在我所开车的这个地区，全部大马路上每条街都能看到一些送餐机器人。OK，所以不知道大家还能送餐送多久了。那到时候大家还要升级买更新的车来载客，开 Uber、Lyft。那么所以呢，抢到 Eats Block 以后呢，你就会知道那个时薪45到50刀是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如果你所在的州、所在的城市现在司机竞争并不激烈，并不像我家门口这样呢，那么你注册很快就会跳出等候名单，马上就会被录用。那也请你留言，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住在哪个州，让我们也一起跟你开心一下。今天是2025年11月25日，Uber 收入是74块2毛6。Lyft 今天我的收入是90块1毛6美金。今天总共开车9个小时，因为今天下午下雨呢，所以到了下午就比较忙起来，而上午呢，我就几乎就是一直都在等单，没有客人。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美国工薪族》，我们下次再见。